让医官把疗毒治伤最好的药都拿来，放在海市门外，其余人都回房间，不要在庭院里走动。给我关门！阿娘，好疼。忍一下，阿娘，医官就快到了，忍一下。阿娘，海市。 忍一下，可能会很疼。是啊。9点1，可是来见指挥使。小的，我赶着再来。指挥使，指挥使，小公子的伤无妨，大部分的毒已经逼出来了，需要一些时间养伤。案子有着落吗？属下已经派人查了这一届所有世子和科举会馆，但没有任何发现。另外，何冲死了，留下一封遗书，遗书上自述，对小公子下毒，是因为他视小公子为此次科举的头号劲敌，所以才动了歪心思，与他人无关。确认那个人是自杀吗？已经做了验尸，的确是自杀，而且遗书上的字迹和他科举会考时的字迹完全吻合。不过，属下以为此事还是有隐情。找到凶器了吗？没有。此事蹊跷，分明就是在斩断线索，欺祖保衰。指挥使，陛下召您入宫面圣。守住海市，别出乱子。是。臣有罪。臣今日举止无度，在人前泄露了身份。殿选的事，你怎么看？海市身上的剧毒已解，性命无忧。不想深究。此事臣自有打算，陛下不宜参与太多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替朕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戴着面具，一直站在朕的身后，你也该站够了。朕，陛下也看够了。朕已令人收拾了昭明宫，挑个吉日，将你的祭风馆还有你的家伙事都搬进去吧。你在影子里站得太久了，再不在太阳底下拾掇拾掇，身上都快长霉了。陛下不可。怎么，让你跟朕一块住，不愿意啊？臣是外男，祭风馆诸人更不用说，肃静古今，从来都没有。谁说没有？如今是麒麟台在乱军中被毁了，当年那些个军机行走、夜里当值的，一个个不都宿在里边？你父亲年少时也住在那里。昭明宫不比麒麟台，到底挨着后宫啊？不挨着，还有一道角门呢。再说了，你那祭风馆里有谁没在宫里当过职？除了那个方海市，就是他，也对宫里熟门熟路的。臣有罪。又何罪之有？方海市屡次冒犯陛下，是臣教导无方，
这次在殿选上，他受伤了，惊动了陛下，臣愿替他受罚。怎么罚？廷杖200。这就奇怪了，这个方海市哪来这么大架子？你3番5次的因他受罚，你身上还有一块好肉吗？这可不是你方建明平日里的脾性啊！朕越来越觉得你很乖。陛下，依朕看，你还是考虑一下，早一些把和居典一的婚事给办了。毕竟你父亲在世时就已替你许下这门婚事，七七也早该到了放出去的年纪，他一直独守不去，难道还不是为了等你？臣曾立誓，终身不娶，一生只效忠陛下。算了算了，又是这一套，朕听都听你，别老拿朕当幌子。未来你方家无后，朕可不想去你父亲那儿替你受罚。姑姑，姑姑因何在此处？让刘儿好找。刘儿，陪我坐一会儿吧。是。这偌大的皇宫里，除了刘儿，只怕是没有别人的手能这么暖了。姑姑，您不开心吗？没什么，姑姑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姑姑，是什么往事？可愿意说给刘儿听听？那是固执堆里的事情。早在夷王之乱以前，一个高门贵阀的小公爷，依着父母之命，与家臣的女儿定下终身。等了10几年，终于定了事儿。七七这丫头明慧，向来我也是当女儿看待。如今既下了定，七七就交给建明。日后，我和他阿娘一定约束他，绝不许他对七七有一丝一毫的慢待。爹，居叔叔啊，小公爷，这婚事定不得。婚姻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小公爷，这七七与你从小一起长大，和你一向很是亲近。莫非是七七她做错了什么吗？七七没有做错，她是个很好的姑娘。那小公爷，这又是为何呢？七七很好，但建明并非良配。我跟七七之间只是世交之谊，并无男女之情。建明自幼发誓要匡扶社稷，为国尽忠，实在无暇儿女私情。狂妄！就凭你，还想在麒麟台上会相不成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当年曾祖父，你曾祖父也如同常人一般，娶妻生子。可他20几岁就没了。你孩子在襁褓的时候没有父亲，妻子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丈夫，最后耽误了姑娘的一生。啊，公爷，这小公爷年纪尚小，这娶妻生子啊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要不就再等些时日。等一些时日，建明也不娶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少年未娶，姑娘也未嫁，隔开一道墙垣，又过了许多年，姑娘逐渐老了，心里想着的就是那个人什么时候能抬起眼来，真真正正的看他一眼。姑姑，天凉了，回屋吧。
皇帝陛下有旨，经查证，殿选以毒暗器伤人之案，真凶乃山阳世子何冲。何冲已畏罪自杀，经查实，户籍所在别无亲属，特此结案，酌情取消何冲在科举殿选之成绩。今年之一甲1名从缺，一甲2名卓一凡，一甲3名方海市，钦此。陛下圣明。苏明，臣在。但凡参加科举殿选之人，在将来皆有可能成为朝廷中的栋梁之才。但金秋却出现了世子伤人、畏罪自杀之事，此等居心叵测、手段卑劣之人，是如何进入到会试中的？你是主考，应该给个说法吧？臣疏忽，向陛下启罪。3年1期科举，有多少人的前程荣辱牵系于此？一句疏忽，就能了了事儿了？科举殿选，事关国之社稷。镇军大将军苏明，科举期间玩忽职守，着官职连降2级，贬为北府军上都尉，罚俸3年，以儆效尤。臣罪该万死，陛下天恩，臣感怀五内。够了，朕知你忠心耿耿，亦有从龙之功，但你若借由过往功绩来当现在的护身符，徇私妄议，朕定不轻饶。臣遵旨，臣必兢兢业业，思过忏悔。宣青海公上殿。宣青海公上殿。当年方小公也病死，青海公这个爵位，不是再没有人承袭了吗？是啊，怎么又出来个青海公啊？是方小公爷，是公爷又回来了。青海公。陈方珠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历代青海公皆有忠烈之名，方清当年为了保驾，数次陷入生死挣扎。如今建明病体康愈，爵位理应继承。朕准其以青海公之位协理朝政，世袭封地刘商，并加封使持节大都督、协左卫将军，管辖文武军，统领安卫营祭风馆，并于即日起将祭风馆搬进宫内昭明宫。昭明宫，没错，是以前三皇子叔伯的寝宫吧？众臣可有异议？臣弟恭贺皇兄，复归虎翼，恭贺青海公病愈归来。恭贺陛下复归虎翼，恭贺青海公病愈归来。方建明竟然恢复了身份，再要杀他，难上加难。
若你再敢动我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你，定取你性命。公爷，他醒了吗？在公爷晨间离开祭风馆后，小公子还未醒。我来吧。是。一晚上思苦，抬头月阵阵如诉，触不到，只能与风同处。心事点红烛，燃年华到迟暮，跟着你有声不算虚度。他们都说，人在弥留之际，会看到此生中最珍惜的人。我原是不信的，可是，原来是师父呀，是我所爱之人。如此，虽不甘心，但也觉得没有遗憾了。愿我青春皮肤回顾，落魄也投入，承蒙你的倾慕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一次。师父，师父，师。我的衣裳换了，麻烦你们了。药凉了，快喝。公爷，公爷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公爷的心思，咱们怎么猜得明白啊？昭明宫收拾得如何了？回陛下的话，奴婢们正在抓紧收拾呢，已经差不多了。相信再过几日，青海宫和整个祭风馆就都能搬进来了。嗯。缺什么尽管添置。是。恭喜陛下呀，您和青海宫又可以像以前一样朝夕相伴了。放肆！什么叫朕和青海宫又能朝夕相伴了？这是朝夕相伴的事儿吗？哎呀，奴婢错了，奴婢是想说，奴婢着实高兴啊，着实高兴啊。
哎，陛下，这不是去敬诚堂啊？朕说了要去敬诚堂了吗？哦。世容妃，如何？小芳大人自从被青海宫带走后，人一直在祭风馆。今日青海宫还去上了早朝，想必小芳大人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如此便好。小芳大人人好心好，龙尾生会保佑她的。是啊，小芳大人人生的英俊，心地又好，龙尾神怎么会不保佑她？淑容妃当真是好兴致啊！参见陛下。又在和宫人议论外臣，看样子在祝年，这后宫干政是个习惯啊。怎么，知道小芳大人要搬进昭明宫了，又有想法了？臣妾不敢。起来。是。你的眼睛说有。小芳大人曾经救过臣妾的性命，臣妾只是出于友人之意，聊作关怀。友人之意，聊作关怀。淑容妃，朕劝你做人还是实在些。你实话实说，说不定朕愿意成全你们，圆了一段姻缘。臣妾满心满眼都是陛下，天可明鉴。是吗？嗯。那你要如何向朕证明？今晚你来伺候，待到你第一次侍寝的时候，朕希望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看着朕的眼，朕希望你还能12分真心的说出刚刚说的话。等等我，我这还有包裹呢。哎，这柜子还要不要了？这柜子，哎，这柜子我们带走吧。柜子我们用5、6年了。哎呀，带它干嘛呀？宫里有的是。哎，你小心脚下，小心脚下。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先走一趟吧。啊，慢点，哎，小心啊你。走吧，走吧，啊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都拿好了啊。哎，轻点，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。慢走。小公子，你们这是？祭风馆就要搬进皇宫里，小公子不知道吗？小公子受了伤，自然养伤重要。这些杂事，小的们来便是。搬到皇宫？是，陛下已经下旨，整个祭风馆都要搬到皇宫里去。从此以后，咱们就要在宫里住房了。辛苦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想必是在左卫忙了一日了，我去给您做点吃的吧。不必了，你且养伤。你今日可好一些吗？嗯，多谢师傅的照顾，我的伤已经好多了。今日都中事忙，你多照顾自己。
淑容妃，您当真要去吗？这大周皇帝绝不是个好相处的，要不要想些什么法子？哎呀，总之要避过这一难才好啊。淑容妃，大征的规矩，事情前后宫妃嫔先要去水心院换洗，然后直接送往京城宫。前来请淑容妃去水心院的内官，已经快到玉安宫门前了。您倒是说话呀！再不想法子就来不及了。辛苦内官引路，婢子准备打赏。淑容妃。去把建明叫来，陪朕下棋。陛下，您忘了，您刚刚加封了青海公做大都督，这会儿恐怕正在所谓巡视，回不来呀。陛下，淑容妃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她来干什么？谁让她来的？是您呐，陛下。您忘了，是您说今儿个夜里让淑容妃伺候，这才将人送来的。淑容妃到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自己来吧。是。干什么？朕让你碰朕了吗？陛下方才说，自己来吧。他们竟然没教你？他们都教过臣妾的，弹奏、舞蹈、奉膳，还有大征的词赋，所有能够取悦陛下的，臣妾都有用心在学。哼！原以为你有多机灵，原来是个人事不通的傻子。臣妾不懂。究竟臣妾哪里做的不好，请陛下见教。朕碰都不想碰你，见教？教你什么？教你如何取悦朕吗？也要你配？如果陛下只喜欢紫桑阿姐，臣妾也可以扮作她。莫测赤，陛下，淑容妃，克洛尔提示，怀直院对，数为教令，把他打入南宫。从今往后，朕再也不想看到这张脸。快去！我们要学多久才能绣成这个样子啊？绣的可真好。参见青海公。公爷，居点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儿，上茶。不必了。点一，公爷，父亲既已去了，
我说过，你不再是我的家臣。我们只是暗卫营的同僚，这身功业倒是不必。那今日您来灵锦寺，是有公事？居点一应该知道，建明承继了爵位，所以你我之间的旧事被重提了。今日来此，我是想说清楚。自从慈亲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效。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前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，希望你不要自误。原来青海宫到此，只是为了告诉七七这些。典一，不要误了自己。青海宫放心，七七都懂，七七从来别无他意。那是我叨扰了，我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。青海宫，这么多年，七七早已经习惯，早就当您是七七的，把您当成七七的兄长。典一，要不先回房歇息吧。回去吧。姑姑，您的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刘儿去请医佐过来把把脉？去拿个火盆来。姑姑，您要做什么？是冷吗？火盆。是。
慢点啊，这桌子，哎呀，一个人拿不了2个人拿。哎呦喂，这可是海市最喜欢的东西，你可别给我摔了啊！哎，好的，大公子。师傅，海市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照您的吩咐，按照旧馆的样子大概置办呢。这海市肯定高兴坏了。师傅，徒儿有一事不解。海市说，您之前让他留在旧馆，是为了方便办您的婚事，而后又说不用让他办您的婚事了。这现在他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了昭明宫，这3番2次的，是为何呀？是他想多了，很多话我都未曾说过。我未曾说过，那又是为何？那是为何？给你。怎么了？咱们自东南向西走，每年10月大雪封山之前，都能遇见那些不怕死的雷州商人，赶着运红花、吉贝和麝香进江岸。按说今年黄泉关共有13万人马过冬，胡库人也不会拣这个时候来啃硬骨头。汉州的路上该更安全才是。可是这一路上静得出奇呀，祝捻人、尼华罗人、南皮人一个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胡库人已经到了黄泉关？他们要是攻打黄泉关，我们过双环城市就该有消息。可是这个世界，戈壁沙漠里所有的祭泉都该干涸了，除了走毗罗山域沿河一带还有水草，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又险峻无路。他们不闯黄泉关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下雪了。这才9月末，这边竟下雪了。冰川，下雪了。他们是从冰川上来的。冰川？那里人可以通过吗？这几年来，冰川多少有所消融。天气变暖，冰舌与岩石之间那些数丈深的深下，渐渐被水携泥沙填补。冬季再冻结起来，就平缓得多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冰川便容易滑动崩塌，根本无法行走。若是震动太大，还会引动山上的雪崩。因此，咱们在冰川前的水井屯才驻扎了不到2000人马。可是今年，汉州8月末就下了雪，胡库人那边怕是9月，不，8月底就被雪埋了草场。这么几10年一遇的寒冻天气，冰川都被冻得结结实实。除了走毗罗山域和黄泉关以外，这冰川就是最好的一条大路。再加上地势崎岖，容易遮蔽人马。换了我是胡库人，我也宁愿走冰川。他们带的粮草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掠夺。是。从冰川出来后的20里便是水井屯，那里驻军不到2000，屯垦的百姓也只有2000多人，东西来往的商旅全在那里补给。咱们现在离黄泉关250里，
离水井屯170里，还压着13万人过冬的口粮。张大人，你先押粮回营吧，我带人去水井屯。你这是出阵，又没个人带领，这为何要人带领？我们几个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张大人，13万人的冬粮都压在你身上，自然不可分身。但这水井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都是大征的将士，不能伤了军心。粮草要紧，还是先返回本营，再派人前往水井屯。到了营里再派兵，就怕是来不及了。李副将、郑副将，末将在。你二人率2000人马，听从方大人调遣，前往水井屯救援。是，我们一同前往。还有我们。张大人，我去了。走。所有人，准备出发。明晚天黑之前，一定要赶回本营。师傅，黄泉营新军的消息到了。新军已经到达了汉州的戈壁，再过2日就到黄泉关了。总算要到了。黄泉关那边有什么异动？师傅，现在那边并没有新的消息。汤将军、张大人、符大人，黄泉营新兵与过冬粮草均已安全抵达。任重道远，有劳2位大人了。怎么不见新任黄泉营参军方海市？得知水井屯有被袭危险，方参军前往救援，军情紧急，未能通知将军，还请将军恕罪。没想到方参军去了水井屯，水井屯确有战事，我等到营房再议。请。汤将军，汤将军，水井屯战况如何？那些虽是胡库散布，但为数不少，且突然袭击加上下雪，消息来迟了。主营刚刚得到消息，正在谋划。只是按照胡库人的疯狂程度，这会儿水井屯怕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再者，沿途道路冰川结冰，其他消息还尚未送达。若胡库人是声东击西，主部意在袭击黄泉营，黄泉关怕也是一场恶战。如此，便只能弃车保帅，放弃水井屯，先守住黄泉关了。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，更何况有2000驻军。方大人前往救援去了，倘若放弃，损失重大不说，日后谁敢去水井屯屯兵？谁敢为大征守边效力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可黄泉关与水井屯孰轻孰重，应该不问自知吧？更何况水井屯与黄泉关相隔甚远，即便现在狂驰前往，剩下的恐怕也只有废墟了。不必争了，汤某觉得张大人说的对，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。本将军立刻派2名副将率其部众驰援水井屯。汤将军，这报！禀报将军，哨兵传来消息，有一路人马向着营地方向疾驰而来。可曾看清所属？打着大征的旗号，为首的是一员小将，看穿着应该是参军。是方参军。张大人，怎么样？水井屯的胡库人暂时退了，3200多胡库人逃了大半，其他的不肯降，好不容易留下20多个活口。现在水井屯的人正在忙着掘壕沟，守备不足，还想回来讨些人手。汤将军，这位便是方参军。方大人年少英勇，我与他在居北镇见过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市参见汤将军。陆副将、陈副将，在。你2人即刻率所属前往水井屯，驰援水井屯驻军形势。是。汤将军，水井屯形势紧急，末将也可以一同前往。有陆副将和陈副将就够了，待到壕沟挖好，冰川这一条路也算是堵上了。
你不必再去水井屯，就留在营中，关上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汤将军，整日奔驰作战，还请将军为我后面马上要赶到的兄弟们准备些汤食，尽快疗伤。方参军虽然年轻，忠勇善义，却得到青海公的真传。来人，为这些兄弟们准备汤食，诊治。是。39小儿感冒药，孩子感冒怎么办？就这么办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就那么点伤，还叫呢？没事。这么戳你不疼啊？你不疼啊？瞧人家水井屯的小样，我怎么了？啊，我什么样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也受伤了，我。诸位，汤将军来看望大家了。汤将军，方大人，不管伤势轻重，一视同仁。这些都是为大征国土洒过鲜血的人，日后还要为大征效力，不可轻待。是。伤口或许会很疼，但过去这一道关口，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将军说的是，这水井屯确实是一道关口。若不是因为我们大哥英勇无畏、战术得当，我们几个人死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就怕连这水井屯也失守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哥，我们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谢大人，谢冯大人。哎，将军，我们大哥安排了3路夹击之策，只给敌人留了1个出口逃跑，率领军民一起打击。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胡库士兵怎么能抵挡住咱们3路夹击军民联合呢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对，果不其然，就从大哥给安排的那一条唯一的退路给逃跑了。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只见大哥是身影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西门的土墙上。再翻回头看咱们水井屯，恨不得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旌旗招展。将军，总之，我们是在大哥的带领下，赶走了胡库人，夺回了水井屯。我看你啊，打仗是没那么生龙活虎，这会儿倒绘声绘色了。你呀，就不该来参军，应该去说书。不是，我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若不是事实啊，早就把你嘴给堵上了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方大人英勇，诸位也都是热血男儿，军中精英。我已分派了伙头，杀了羊，做了饭，今夜为大家接风，庆功。好。这关外气候寒冷，眼下冬季将至，是1年之内最难熬的日子。只有这些粗粟麦、羊肉和酒，全当为诸位接风洗尘了。方大人，还多亏了你，当断则断，飞驰前往水井屯救人呢。水井屯兄弟损伤过千，末将心中委实难受，怎经得起将军这样称赞？胡库人的凶残和暴力有目共睹，能保住水井屯的驻军和百姓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边塞战场，人如草芥，个中荣辱，天地共治。来，干！请。怎么，不舒服吗？
方大人年轻出阵，战况又如此惨烈，一时反胃也是难免的。当初大家都是这个德行，久了自然就好了。那是，日后还要仰仗像方大人这种年轻勇猛的将领上阵杀敌，击溃虎库，要尽快熟悉起来才好。谁天生杀过人呢？我初见方大人时，只听别人称呼他方小公子，看上去身量中等，容色堪称秀雅，不似战将，倒像是个幕僚谋士。没想到这一打起来，竟如此勇猛，让汤某刮目相看呢。汤将军过誉了，是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才能击退敌军的。果然有刘商方氏的家风。刘商方氏这一代家主，青海公方建明，14岁便领军作战，驰骋于两军之中，6军必役，叫敌将折剑。当初经闻他病逝的消息，汤某还感叹良久。没想到青海公竟然还活着，真是世事难料，天命叵测呀！你到达黄泉营之后，必须要全力护卫汤潜子，如同护卫我一样。一旦我在都中给你寄信，无论内容如何，尽快杀了他。来，喝酒。可不是嘛，天命叵测。方大人，你殿选第3，必是曾入宫面圣的，陛下可安好？陛下很好。那昶王殿下和淑容妃可安好？都好。听闻昶王每日最新在养育他的鹰隼，淑容妃进宫以后生了一次病，不过很快就好了。都好就好，都好就好。还在抢修冰川下的壕沟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咱们已经沿着冰川悄悄来到了这边。还是夺路的主意有用，声东击西。不过3000人攻击水井屯，就遮掩了整个湖库左部的潜入。只要我们小心一些，再小心一些，黄泉关就是我们的了。师傅，黄泉营那边的消息来了。看来是有人故意切断湖库那边的消息线。原来是有内奸。师傅，汉州一带消息线需要尽快填补，倘若消息再有延迟，只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这次海师迎难而上，保住了水井屯，下一次只怕会带累黄泉关。此事要详加部署。表面上我们是要填补新的消息线，实际上，你要不动声色地安插其他的内线，两边分单线进行，不可交互，不可走漏风声。新的细作线由你来掌控，静待时机，引蛇出洞。是，徒儿这就着手去办。师傅，海师那边，我要不要跟他讲一下？我担心他这都个把月了才好的差不多，淑容妃日后也应当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不相干的事情就不要去做。
这回婢子说的有道理。上次在南宫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陛下虽然喜怒难测，但只要稍微温顺一些，你也未必不能在宫中求存。毕竟有子簪皇后的情分在，天长地久，她总得照看你一二吧。我不愿取这个巧。哎，淑容妃。淑文妃可是想小乖了，也不知道这皇帝怎么想的，兔子也不让养，小乖在玉安宫也没招惹他呀。留在玉安宫未必是好事。幸好有穆内官，我听说小乖如今是几个内官在照料，他们料理的也很仔细的。淑文妃，婢子姑娘借不说话。婢子姑娘，淑文妃，打听到了，如何？小方大人已经随军到达黄泉关，路上还顺路去了趟水井屯，率军不过2000，击退了胡库3000多人，保住了水井屯，首战告捷。可有受伤？听积风馆的侍卫说，小方大人英勇无比，毫发无伤。太好了，小方大人毫发无伤，首战告捷，振绰哥哥身边又多了一员猛将，这可你的了。好倒是好，婢子姐姐日后打探这消息也要小心些，万一被那大真皇帝知道，咱们淑容妃又要遭殃了。你们俩去给我拿点彩纸来。又不是逢年过节，要彩纸做什么？快去。是。陛下，这今儿的菜不合口吧？要是不合口，炉子上还煨着麂子肉和蛋粥。不必了，再去温一壶酒。陛下，您还是少喝点吧，饮酒过量恐伤及五脏啊。奴婢多嘴。陛下，楼上请，岑月下联经。祈请龙尾神保佑大家明年都可以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杰明喝多了，哎，怕不是墓上哪家姑娘了？喝多了就丢下去醒醒酒。哼，我没有醉，丢就丢吧，我不怕水。
你才怕呢。原来阿旭怕水。谁说我怕水了？不怕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你不是没喝多吗？我们接着喝呀。梦见茂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，双髻作吹笙。淑容妃还是快些吧，若是被发现，恐怕又要生事了。最近边关战事吃紧，陛下政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旁的人更是不会管咱们的闲事儿。再说这双平湖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们就放心吧。龙尾神保佑，保佑珍珠哥哥和小王大人平安，一定要平安。陛下，您小心点儿啊！这脚底下别打滑啊！陛下，哎呦，哦，这是何物？哎，这是水灯啊！哎呀，这宫里不许私放此物啊！奴婢这就着人法。哎呦，陛下。供奉龙尾神的香叶酒呢？啊，我忘了，提喝蜡亭子里了。我陪碧红去取吧。好，快去。哎呀，陛下，这……子簪，子簪，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陛下，能不能不要走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可……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。
会儿就暖和过来了。子子，我好高兴。